大家晚上好，开始新一天的直播啊，这又是老范读评时间。有人啊抢了第一，6点吧，17:54抢到了第一啊，欢迎。好，我们在开始新一期直播之前呢，先预告一下未来几天的安排啊。明天早上的节目已经录了啊，这个只是直播以后再去上传啊，还没有上传。然后周五呢，应该会有节目上午。周五下午呢，我大概率会去开一场直播啊。这个，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我应该去找土拨鼠，然后我们两个去做一场直播，把最近的一些跟航天相关的事情好好的捋一捋啊，然后也把后边的一些，跟航天相关的直播的这个节奏跟大家汇报一下。但是周五晚上可能就不会再有直播了啊。然后周六的话，正常会休息一下。下周因为就要开始这个，下周就要开始过节了嘛，所以，下周可能就这整个的播放就不会那么正常了，对吧？这个到时候看情况啊。如果有很多的新的故事要讲呢，那咱们就接着讲啊。那可能下周就更多的是在直播。对吧？就不会有那么多需要去，就是准备的内容了啊，就是现场大家就开聊就可以了。好像是从周日就开始黄金周了哈，啊，周二是初一，对，哎，不对，周一是初一，好像是，对，所以就跟大家先预告一下这件事情。那么开始今天的老范读评，第一个买了游戏本这个啊，有人说这爱回收靠谱吗？我看有人反映你把东西送去净挑毛病压价格了啊，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所有二手回收呢，都会去看一下你这个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关键是你的预期是什么，就是你的心理预期如果非常非常高的话，那么你就最好不要去做二手回收，你找谁都没戏。对吧？如果你的预期本身就是说，哎，我把这东西卖了就行了，对吧？对于价格也没有那么大的这个，这个想法的话，那么爱回收还是不错的啊，因为它有一套比较标准化的这个运作方式，就是你拿一个东西到各个爱回收的店呢都差不太多，然后通常比这个正常的这种回收店还要稍微贵一点啊，就给的钱还多一些。但是你一定想着说，哎，我这东西很贵啊，送到你这儿就给了这点钱，这就没法整啊。你像我送去的东西，比如说我有一支索尼的24240的镜头，对吧？当时是4000块钱买的，然后这都多少年了？我想想啊，可能有10年了，还是换了2000回来。然后呢，我有一支85 1.4啊85 1.4的镜头，那个镜头是1万多买的啊，然后还要新一些，可能只是6、7年吧。然后那个镜头呢，只卖了3000多块钱，所以这个就有时候没法说啊。就是当然对于我来说，反正卖了就卖了，对吧？也不惦记其他任何事情了，那就都挺好的。对于我来说，卖二手呢是一个挺正常的事情啊，就经常把这个各种家里二手东西都卖掉，只要有一套标准化的价格都是可以接受的。好，继续。上期读评里头有一条说，重点是这个拉里·埃里森本人质押了$400亿的甲骨文股票，用以支持他儿子对华纳兄弟的恶意收购。想一想，他加了多少杠杆，他的爆点应该不远了吧？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我看到这条评论以后呢，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啊，就是华纳兄弟的这个收购到目前为止还在那挂着呢啊，这个董事会呢已经跟网飞签了协议了，但是呢，这个应该叫大卫·埃里森吧，就是拉里·埃里森的儿子，对吧？他上去呢恶意竞购，就是给了一个更高的价格。现在呢应该是在等股东会投票啊，就是股东肯定是希望更高的这个钱去卖这个股票嘛。
股东会投票的话，应该是在2月底吧投票，投完了以后的话，才能决定这个，就是华纳兄弟最后卖给谁。2月底应该有一个时间点，然后可能3月份还有一个时间点，就是最后来决定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个卖法。然后呢，这个网飞啊，因为这件事情股价在快速的下落啊，这个应该已经跌了，就是从去年他宣布说我要买华纳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股票一直在往下掉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个案子等于是挂在那儿挂着嘛，你又压了这么多现金在那儿，对吧？这个大家对于网飞的这个未来预期也是有挺大的困扰的。至于说甲骨文这一块呢，它肯定是杠杆已经非常非常高了，它有可能会倒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啊。这个，当然我希望它继续活下去，因为我自己还在用 Oracle 云的服务啊，用的还挺开心的，对吧？这个因为价格便宜嘛，啊，所以在这一块我希望它能够挺过去。过年还走亲戚吗？小范作为年轻人走亲戚吧，这个得回娘家呀，对吧？这个每年都得去看一看呗，也没什么别的亲戚可走了啊。好，继续。Codex 的 Mac 客户端发布这条啊，有人说了，感觉谷歌在桌面客户端就是一直没有发力啊，是不是这个不重视，还是什么样的战略原因呢？谷歌呢，其实也有啊，它有这个叫做什么呢？它有几个工具啊，一个呢叫做叫 Android Studio 啊，就是那个安卓的这种开发平台啊，那个是在应该叫 JetBrains 还是叫什么？这我忘了它这个东西叫什么，就是反正也是一套这个套壳的一个 IDE。然后呢，就是 Anti-Gravity 啊，Anti-Gravity 确实很好用啊，我最近用了很多啊。然后还有这个叫做 Gemini Client 啊，Gemini Client 它更新的非常非常新，但是好长时间不用了啊。这个人的精力还是有限的，不可能说谁更新了我都上去使一把去。谷歌在这块呢确实是比较弱啊，要比这个谁呢？要比这个 Anthropic 和 OpenAI 都要弱一些。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谷歌呢一直希望你在云端用它，对吧？你到这个Google Drive 啊，到这种 Google Documents 啊，到 Google 这叫 Workspace 啊、Gmail 啊，实际上都在云端，就是他不希望你在客户端把这个东西搞得太复杂啊，你到云端来使就完了啊。这个是真正谷歌想要去做的事情啊，因为像这个甭管是 Anthropic 还是 OpenAI 呢，自己都不是云计算公司，对吧？他觉得你们在桌面上，在谷歌在安卓不是安卓，在 macOS 上啊，在 Windows 上去搞点事情都挺好的。谷歌就不希望你们在 macOS 上，在这个 Windows 上去搞事情，他就希望大家通通都上网页，对吧？你想他原来出那个操作系统，就是 PC 操作系统叫 Chrome OS， 就是一打开就是一个 Chrome 浏览器，其他啥也没有，对吧？这是他真正想去这个干的活。所以它的这种桌面客户端就都比较弱，而且呢，它是各个部门都有啊，就是它有一堆的这种桌面客户端，啊，甚至还做过几次这种纯云的这种 IDE 啊，就是它原来好像做了一个叫做就是 Firebase Studio 啊，那个就是云端 IDE，但那玩意儿做的实在难用啊，我就没有去使啊，上去捅了2下就拉倒了。所以谷歌的状态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他不太重视这东西。然后 OpenAI 的这些产品都不共享记忆啊，没法共同工作啊，这也是有人提的要求啊。这个你要想一想，真共享记忆了，你害不害怕？对吧？这头还问呢，说哎呀，我怎么给女朋友写情书？那头写代码的时候，他都给你用上了，这玩意儿多恐怖啊，对吧？所以宁肯不共享啊，或者说。这个等到他聪明了以后啊，足够聪明了，他没准可以，让这些记忆之间啊，在这个
正常该出来的时候出来啊，不该出来的时候不出来。现在 AI 做不到这件事儿，所以就把它切开完事儿了。让普通用户像领导一样去竖着拆分任务并设立检查点，这本身就是一个逻辑悖论。如果一个用户具备米其林大厨那样定义卓越的能力，他根本不需要 agent 来教他怎么做。如果他是不具备这种能力的，你的多线程 agent 跑得再快啊，它也只是加速生产一堆难吃的预制菜而已。物理世界的热因子纠缠是无法通过隔离上下文来解决的。再说了，要用户去拆分设立，为啥不是有 AI 吗？面对开发，这 Codex 不会干这个。现在呢 AI 确实还没有这么聪明啊。然后这个等到 AI 真发展到这么聪明了以后啊，可能真的不需要用户再去拆分了。这个现在可能 Kimi 2.5有这种自动拆分的能力啊，就自动并行的开上百个 agent 自己开跑。但是Codex 现在还不是这么去规划的。至于说一个普通用户能不能像领导一样去做任务拆分和设立检查点呢？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难的啊。你就这么想吧，米其林大厨他肯定是脑子里头有一大堆的公式，有一大堆的这种约束啊，然后呢，他才可以去做菜做出来。但是，当你把这些东西都交给 AI 了以后，那么人其实也是可以去叫普通用户也是可以去把这个菜做出来的啊，并没有那么难。就是在DeepSeek 刚出来的时候，不是有一堆人试这个嘛，就是让 DeepSeek 给出菜谱，然后照菜谱把这菜做出来。就是有的时候也挺奇葩的菜谱，但是做出来也不难吃，对吧？所以呢，千万不要认为说，哎呀，这个人都是米其林大厨了，他才有能力去调度厨房。米其林大厨是他确实在厨房里头，比如说工作的时间很长了，有很多的经验，有很多的约束，有很多的这种基本功在这里啊。但是我把这些基本功、这些约束都交给 AI 以后，我们只负责调度的话，也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中国讲了这么长时间，外行到底能不能领导内行？当然可以了，外行怎么不能领导内行？对吧？你这个就是犯了一个这个我忘了文革的时候管这种就是只有内行才能领导内行这个东西叫什么错误来着？反正也是一个挺好玩的事情。其实你要想清楚啊，就是在美国啊，在全世界都有很多这种外行领导内行的这种案例啊，并不是需要也这么一步一步的成长起来。刚用了 Gemini Client 好用啊，我是用过，但是觉得真的不怎么样。Oracle 成天给我发服务器故障邮件，哎，我没有啊，我服务故障邮件我从来没收到过啊，也收到过很少，我那儿都是好好的。你有第9个赞了啊，欢迎欢迎，大家都点赞了没有？现在有71个人啊，有没有得到71个赞？谷歌这样一种状态就没有大公司病吗？怎么会上下齐心用 Gemini？ 大公司病这种东西呢，肯定哪儿都有啊，不会说有哪个公司就没有了，或者长到足够大了以后这大公司病没有，这都会有。只是呢，他上面这个领导说我能管得动这帮人啊，这个我只要是下命令你就得跟着干。谷歌其实干类似这种事儿不是一回两回了啊，就是当时出 TensorFlow， 就是谷歌决定说大家都要去做 AI 啊，这还不是这一波呢，就是应该是在我想一几年吧，大概是在我想想啊16年17年的时候啊，就是 TensorFlow 刚出来的时候，谷歌就说从上到下都要 AI， 任何部门不上 AI 就直接把你干掉，然后把项目关了，就是他就真敢干，对吧？然后大家就老老实实的去跟着做去。就是当你一个公司里头内部的逻辑相对比较自洽的时候呢，一些这种政策就比较容易推行啊。但是如果你内部有很多逻辑不自洽的地方，你很多的政策就推不起来，然后你就更容易犯大公司病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或者说大公司病犯起来你就彻底没救。比如说啊，我要把你这个部门关掉啊，你这部门的领导上来了说，哎，这个上次那个钱您拿了，对吧？那你说这玩意儿咋弄，对吧？它有好多逻辑不自洽的地方，它这种大公司病就会盘根错节。质朴的东西怎么样？我不知道啊，我从来不使质朴的东西啊，只是听说很好用。原来用过质朴4.7啊，感觉很垃圾啊。至于5.0到底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怎么看微软财报出来反而股票下降啊？这个其实现在大家的这个股票也看哪天吧。昨天好像这周还在涨嘛，上周确实是财报出来，甭管是微软、谷歌，然后出来都在下降啊。这个是没办法的，因为这个微软我忘了是几千亿了啊，谷歌是1800亿，然后这个亚马逊2000亿啊，这个 Capex 就是直接做资本支出去建机房，这个事儿实在是有点太吓人了。真第一次赶上直播啊，以前都是看回放，那以后要经常赶上啊。Gemini Clay 数小时前搞了直播啊，相当不专业，和工程师聊了5分钟，为什么喜欢用 Dark Mode？ 好吧，这个也很神奇啊。这个 Gemini Clay 就是，反正我以前是就是，即使是挂这个 Gemini 3 Pro，也经常出各种各样的幺蛾子啊，所以我用这个东西就基本上不怎么用了。你手中的浏览器啊，刚刚进化成了超级智能体，谷歌正式亮出底牌 Gemini 3，全面接管 Chrome 啊，这场变革将塑造全球38亿人的上网方式啊，这个没有那么夸张啊。首先要注意 Gemini 啊，就是 Chrome 这个东西呢，它是底层是开源的啊，叫 Chromium，然后谷歌呢只是在上面加这个 Gemini。而且他家的这个 Gemini 呢，在这个中国大陆还使不了，对吧？现在应该可能只能美国使用吧？啊，很多人教啊怎么去测试这个东西，其实不要太担心这种事情啊。浏览器还是有它独特的逻辑的，因为我前面使了一段时间OpenAI 的 Atlas 啊，这个后来就放弃了，那东西实在不怎么好用。怎么看安卓取代 Chrome OS 的这个其实我真的不太喜欢用安卓去取代 Chrome OS 这种东西，因为安卓本身那个系统设计的不是那么好啊，非常非常的累赘。但是也没办法，就是安卓最大的优点是有大量的应用啊，但是呢，它的缺点就是，其实它这个东西有点像 Windows。你需要适配不同的硬件，需要适配不同的软件，然后呢，它有很大的包袱啊，这个扔不掉。谷歌其实一直想去做一些这个大的升级，比如说它前面还做过一些这种更像 WebOS 这样的这种系统出来啊，这个它最后就是推不下去。就是鸿蒙那条路啊，这个就是华为鸿蒙那条路，谷歌其实也想走，只是包袱太重了。现在还让他去做 Chrome OS， 这个就有点倒退了啊，感觉。今天咋没直播长征10啊？哎呀，这个我自己也不太懂，对吧？这个土拨鼠在，好像在医院啊。这个等到周五吧，我们凑在一块儿，然后再来说这个事情。平时主要用什么模型啊？GPT 5.3 Codex 用的多一些，然后就是 GPT 5.2。然后 Gemini 3啊，这是我的最主流模型。Chrome 是垃圾啊，这个已经换 Firefox 半年了啊，感觉良好。我倒是一直用 Chrome，Firefox 有的时候还是会出错的。我觉得 Gemini 还不错啊，Codex 拒绝解决的问题，Gemini 可以继续做。Cross agents work between codecs. Gemini Client and Cloud Code 可以解决很多大型 project 的复杂度，
但是你这么来回拉扯来拉扯去，有时候会出问题的，你要小心一点。对这个，反正我现在是Gemini Client 基本上不用了啊，我现在基本上用的是 Anti-Gravity， 就是我需要处理各种代码都是 Anti-Gravity。Cadence 2.0已经搞活动5折了啊，这个好吧，它这个玩意儿还确实是有点贵啊，有点小贵啊，而且排队排的很厉害，因为我昨天排了一条，排了大概1个多小时才给我渲染出来，我就真的懒得弄了。上头还告诉你说你是会员，我给你加速了，哎呀，真的恶心到我了。回收火箭有了新名词叫溅落水域啊，这个其实都有。你像马斯克也溅落了好多次嘛，其实就是没能准确回收，水平确实不行。这个，我觉得倒没必要这么去讲这个事儿啊。你像马斯克这个，他的就是筷子夹住了超重回收器啊，超重那个，这个火箭之后，其实他也溅落过啊。所以这件事儿呢，不用说因为是中国人做的，我们就一定要去踩一脚，这个真的没有意义。老范用这个 Cloud Code 和 Open Cloud 了嘛？啊，这个 Cloud 是不是用 T-Mobile 注册账号，封号概率能降低？这个我呢 Cloud Code 在跑，但是我的 Cloud Code 里头跑的是 Kimi 的模型，就是我是去改的那个配置文件跑 Kimi，我就没有去买过 Cloud Code 账号啊，我就一直怕封号。至于 Open Cloud 的话，确实是跑了一段时间啊，后来把它关了。回头我准备去找这个 Open Cloud 用的多的这个朋友啊，去跟人聊一聊他们到底是怎么用的，啊，这个还是会比较好玩的。就是春节期间我就准备四处找人去联合直播去了。部署龙家用来做视频加工没有啊？这个还没有，就是我的视频基本上还是剪映在干活，然后我的字幕和后期处理都是 N8N 在干活。透过文件可以协调 agent 一致性啊，减少幻觉，这个还是有点吓人的，我觉得。好，我们继续。Cloud 超级晚打广告嘲讽 OpenAI 这条啊，这个 Anthropic 的广告费是不是马斯克打过去的呀？这个有人问了啊，这个应该不会。马斯克呢本身不是一个很政治正确的人啊，他要求大模型说真话，对吧？他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像 Anthropic 搞的这种完全道德制高地这套东西，应该是瞧不上的，对吧？这个我觉得马斯克可能会更不喜欢 Anthropic 一点。还有啊，说我很烦广告啊，所以我愿意为软件付费，更愿意使用需要付费没有广告的软件。但很多人是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使用付费软件的，所以 GPT 让这些人让渡一些隐私和时间，通过看广告也能使用相对先进的 AI，在我看来是合理的，也是现阶段合适的商业模式啊。这个很烦看广告的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充 YouTube 会员呢？对吧？如果你充了 YouTube 会员的话，算知行合一啊。这个反正大家自己选呗，对吧？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并不认为说这个看了广告就让渡了隐私和时间啊，因为广告有的时候它是有作用的，它也是一种信息的传递嘛，对吧？你像我经常看了广告买东西，这个你认为它完全是垃圾吗？也不是的啊。这个我觉得广告还是有意义的。还有人说啊，老范最后几分钟把 Anthropic 类比要求女性戴头巾，真的不敢苟同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你自己有自己的要求没问题啊，但是如果你要求所有人做的跟你一样啊，那你的出发点再好，都是道德警察啊，这就是我的观点，对吧？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个对各种的问题、各种的商业模式、各种的道德都比较包容的社会
啊，如果一个社会只要是说做的跟我不一样，我就可以冲上去骂他，那这不就是活成我们讨厌的样子了吗？对吧？这个我们不管 Anthropic 前边的这个叫做出发点好坏啊，只要他去嘲讽别人，这个事儿我就骂他，没什么好说的。我记得原来好像是孔子有一个弟子是干嘛来着？就是人家去换俘虏，我忘了是哪个故事了。换完俘虏以后都要去拿钱，他说我有钱啊，我高风亮节，我不去拿这个钱了。后来被孔子给骂了一顿，说你这不对，如果你不去拿钱的话，那别人也不好意思拿钱啊，别人也不好意思拿钱了以后，这些俘虏就没有办法回家了啊，这个他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呢，你还是要去把这个钱拿回来，对吧？这才是我们喜欢的社会，而不是说，哎，我要去标榜我没有拿钱，对吧？你们也不许拿啊，你们谁拿钱，这个你们就这个道德败坏了啊！你去把国家的俘虏买回来，你还要去找国家要钱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对吧？这种人其实永远是最恶毒的人啊！我告诉你，比这种真正的坏人还要坏。现在也就是中国有能力跟美国后边跑啊，所以没必要去过分贬低中国火箭技术啊。这个中国呢肯定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啊，美国呢肯定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但是很多事儿呢是这样，就是你离着近了呢就雀媚了，对吧？你就觉得哎呀这帮人就是一帮草台班子。这个很多的厨房也是这样，就是你不能到后厨看啊，你不到后厨看，你在前台吃了你就觉得哎呀做的真好吃，你到后厨一看哇这吐出来了没法看了。对吧？所以好多就是大家都觉得中国这帮人做的很烂，也没办法，就是离着太近了啊，可以参考啊。这是什么啊？准备买个 Mac Mini Pro 64加1T，中国苹果官网翻新，正准备考虑，没有几个小时就没有了，价格3269到3119澳元，澳元是什么呀？澳大利亚元吗？这么贵吗？澳元应该是乘几啊？乘4还是乘5？那很贵啊，这东西。如果你就是惦记跑这个Open Cloud 的话，就买最低配就行了啊，千万不要买高配的。64G 内存是很贵的，这个东西。另一个账号 YouTube 会员取消了啊，这个换成现在这个账号上的朋友的这个家庭组啊，这个就不了解了。下个月2号上 M5 Max 上的这个 MacBook Pro 啊，这个哎，我现在换了游戏本，我的 Mac 就短期内没法升级了，再过1年吧。苹果为什么不做大机箱的 Mac Pro 了？没必要啊，对吧？都塞进去，你干嘛要做大机箱的呢？这个同时开个 Twitter 直播吗？没有啊，Twitter 直播没开啊。老范太勤奋了，今天不是周末还加班，这什么意思啊？我每周3晚上都有直播，每周3晚上是老范读评。苹果大机色这个销量不行啊，直接砍掉了。其实他原来做那个 Mac Pro 就是那个厚的那个机器，它里头是把2块，我记得当时是 M2 Ultra 还是 M3 Ultra 给焊在一起了啊，做了一个那个统一的芯片。然后呢，有一个巨大的风扇啊，弄了那么个东西，所以有一个这种厚机器，但是后来也不行，实在卖不掉。好，我们继续啊，这个微信封元宝让腾讯市值跌了2000亿港币啊！这条有人说了，说苹果为啥不像 Meta 一样直接买一个大模型回来，或者买一个团队回来呢？这个苹果其实挺有意思的，这个公司啊，就是它的投资逻辑跟 Meta 是不一样的。扎克伯格是特别喜欢买大公司、买成熟项目
啊，像 Instagram、WhatsApp，然后全都是买回来的。还有那个 Oculus 也是买的，对吧？就是后来做这个 Quest 的这个头显这东西都是买回来的。而苹果呢是基本上不去买这种成熟项目，它呢会做早期投资，然后呢自己组一个团队在那闷头干啊，所以大家的这个工作习惯不太一样啊。苹果也有投资，但是他们投的好多都是早期一点的项目，然后他们买回来的东西呢，一般不会买那种特别昂贵的这种成熟项目啊，他有时候会买一些这种基础组件会买啊，但是大的都不买，所以各自的这个投资的逻辑不太一样。宁与友邦啊，不与家奴是中西方文明这个是与西方文明背道而驰的特征。为何中国历史上总是出汉奸啊？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重农抑商啊，没有商人的思维定势，对手下人残酷而对外人给面子。西方的商人文化刚好相反，一定要设法留住手下人，尤其是客户。这个我倒不这么认为啊。西方哪个地方不出这个，咱们这儿叫汉奸嘛？你像法国在这个二战的时候被占领的时候，不也出法奸吗？哪个地方不出啊？都一样的啊。这个只是呢，这个为什么中国人会有这种宁与家奴啊，宁与外人不与家奴这件事呢？啊，原因也很简单，就是中国从来不是一个规则社会。对吧？你一旦给了家奴呢，他老惦记翻身做主人。你像现在啊，很多人都说我们如果在美国做个生意啊，比如说开个小饭馆吧，你要是敢雇中国人来做厨师的话，他想的一定是说我怎么能够这个翻身做主人，我怎么能够在你旁边再开一家小饭馆，然后跟你竞争，对吧？他老是干这种事儿。而这个西方人呢，他就觉得，哎，没必要，我就自己干自己的事情，做完厨师我就一直在这做下去，做个几十年，不也挺好吗？对吧？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这种差异，就是一方面呢，他们的规则是比较明确的啊，另外一方面呢，中国人还有一个怎么说呢？他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这个我也不太知道啊，大家自己判断一下。叫做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啊，这个也是中国人比较崇尚的一点。因为你想，既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了，那我就把你推翻了呗，啊，那么既然啊我有这个被推翻的可能性，那一定是要苛待下人啊，这个因为一旦对你们好了，你们就要推翻我。你像欧洲也好，日本也好，都是这个贵族永远是贵族啊，骑士永远是骑士，他除非你受封了，你可以成为骑士啊，这个否则他基本上不怎么发生变化的，就是他也没有这种叫什么呢？这种阶级跃迁呀，或者自古以来他没有这些东西。啊，他那个社会是比较这个锁死的，但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这个你去在上头做皇上那人，你说得多没安全感，对吧？那就没办法的事情。我觉得一方面呢，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件事呢，让中国人可能更愿意去打破规则，更愿意去奋斗，更愿意去拼搏。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也确实是给我们建立规则，然后让这个上面的人能够比较安心的干下去这件事呢，会变得更难一些啊。你就像这个，比如韩国啊，受咱们文化影响这么厉害，从他这个二战以后到现在，能够光荣退休的啊，能够荣养这个晚年的总统，总共没几个。韩国总统退下来，基本上全被干掉了啊，要么不叫干掉了，都去坐牢了，对吧？所以。这就是咱们的文化就这样啊，那为什么叫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呢？也就如此了。继续啊，这个说我也想明白了啊 ，AI 系统这个事情，想干活就没有安全啊，想安全就别干活。我相信大科技公司早就想到 Open Cloud 这种产品形态了，但是没办法解决安全问题。本来巨头们都坐在桌边慢慢想办法，结果冲出来一个退休程序员直接掀桌子了。现在好了，桌子没了啊，大公司也别太在意安全了。Codex、Antigravity、Cowork 再进一步就是这个闭源的 Open Cloud， 谁先抛开脸面，直接趴地上开吃，谁就能吃饱。这个想留点体面，端个碗啊，这个估计就吃不到了什么了。这个事儿呢，也不能这么讲。很多事儿呢叫能干不能说，
对吧？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个人隐私，对吧？个人隐私这件事呢，我们肯定要说要保护，对吧？这个你不能说个人隐私没有任何意义，我不需要保护个人隐私，这事儿肯定是不行的。但其实呢，你跟所有的用户说，你给我1块钱，我给你保护个人隐私，行不行？没有任何人愿意给你钱啊，因为我们以前就试过这事儿啊，说我们替你保护隐私了，你给我钱吧，不行啊，我们不愿意给钱啊。但你说谁谁谁侵害你隐私了，咱们去骂他吧啊，他说我们愿意去骂他啊。等到这个后面说，哎，虽然他侵害你隐私了，但是你这个方便性提升了，价格下降了，免费了，愿不愿意啊？他们也愿意。所以呢，这个事儿就没法整。但这个你绝对不能说出来啊！就是曾经有人说过这话，就是谁啊？李彦宏说过啊。当时呢，有一个产品叫百度文库，对吧？这个上头就是有很多侵犯隐私的内容在上面。然后这个人也是在一个大会上就问李彦宏说：“你看你这个侵犯隐私了怎么办？”然后呢，李彦宏就上来就把这大实话就说了，说中国用户根本就不在乎隐私，只要给他们便宜，给他们免费，他们就根本不在乎。然后后来给骂的呀，对吧？这种话就是这种事儿能干啊，话不能说。Mac Pro 买的人不多啊，大部分都买 MacBook 了。对 ，Mac Pro 这个东西没法带着走啊，这个还是挺麻烦的。上次听老范推荐，今天刚订阅了 OpenAI Codex 啊，用 Cursor 1天都没玩明白的量化啊，让 Codex 去自己试参数，人家自己花了不到半个小时就给我跑出来了啊！你也要小心一点啊，这个不要亏钱。准备买来跑本地模型干视频加工啊，本地模型真的是没什么太大必要。这个，反正我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本地模型已经不跑了，我的欧拉玛都已经关掉了。脸书就是美版藤子，这个反正两边比较像吧，但是 Facebook 的游戏做的不行啊，腾讯最核心的一个模块是游戏。本地跑还不如买2张二手的这个 A100呢。对啊，你能够使澳币的，你还不如去。但是真的不建议你在本地跑大模型啊，是没有任何意义。看了一个翻新的 Mac Studio 128加512啊，这个有点忒贵了，真的没必要在本地跑模型啊。这个你现在可能也就是 Flex 和 Stable Diffusion 你是值得在本地跑一跑的，其他的真的没什么必要。而且我现在觉得像这个 Flex 和 Stable Diffusion 这种东西，你还不如这个什么呢？直接上 CDance 2.0呢。想推翻谁啊？这个不知道。法国发起倡议要对欧盟对中国全面加30%的关税，来呗。马克龙刚回去没几天就开始折腾。只有一个文在寅啊，文在寅现在还难说。对啊，文在寅现在也在被查呀。他这个韩国就是这样，就是中国文化影响的，他一直是这样。就是你最上面这个人呢，是承担所有的责任，然后不受任何规范约束，然后一旦被推翻了以后，除了死，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好说。刚才 DeepSeek 发新版本了啊？有吗？没看到啊。我刷一眼 X 上没有人在说 DeepSeek 在发新版本的事情。如果 DeepSeek 发新版本，我相信 X 上还是应该有消息的吧。没看到。中国对欧盟顺差2990多亿欧元。哎呀，这个顺差这件事呢，我看今天那个谁，美国的那个商务部长贝森特还在讲说，我们跟中国的关系还不错，对吧？前面讲了，然后说呢，我们是这个有竞争有合作，然后最后呢讲说，
中国的这个1万亿美元顺差这件事儿是不行的啊，还必须要去修改这个中国的经济结构。但是这个事儿呢，它没法改，对吧？大家都没钱，你造出东西只能去往外卖。而从美国现在的角度上来说呢，他就逼着大家去做各种各样的转口贸易，实际上他买的还是中国货。虽然中美之间的贸易在不断的下降，但是你离开中国的这种供应链以后，它现在整个的通胀根本压不住。你像欧洲也是这样，你真加了税，你这个通胀压得住吗？根本压不住。C-Dance 在发展几代能搞虚拟世界元宇宙了吗？哎，元宇宙这个东西本身就没有什么意义。前段时间几个模型炒股还在继续吗？现在好像还在跑。现在据说是 Grok 4.2跑得很好。大龙虾可以自己剪视频吗？剪不了，这个现在还不行啊。自从开始上班就没办法看直播了啊！今天运气好啊，好吧，还是要好好上班。可以剪视频，参考大耳朵 TV 的视频啊，他们用的那个叫 Remotion， 实际上好多它是自己生成的视频啊，你要剪的话还是非常麻烦的。因为你要想让大模型剪视频，你先需要把视频传上去，特别是 4K 60帧的视频，你传就很费劲啊！你不可能说在本地去让大模型识别你这 4K 60帧视频在干什么，所以这个我觉得剪视频这件事还是比较费劲的。中国1万亿顺差里边很多是官方加工啊，工作假，这个水分很大，这个真没有那么大水分。我觉得啊，中国这个1万亿顺差里头啊，还有大量的钱压根就没回来，对吧？就是很多私营企业直接在外边挣了钱就搁在外边就不回来了。现在有1万亿顺差是这些钱回来的钱还有1万亿，因为国内现在消费根本就起不来，然后这个大量的工厂还在那吭哧吭哧造，大量的库存堆在那儿堆着，你没有办法，只能变成顺差，你还能咋办呢？DeepSeek 应该是2月14号发啊，凑个好日子，我们等吧。但是我觉得 DeepSeek 就算发，可能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响动，因为现在呢，它再发出来的模型，也不会是这个再像上一次那么啊，这个让大家觉得眼前一亮了啊。这个我现在不觉得它能做出这种东西来。再往后啊，机器人开始雇佣人类干活了啊！有人说发任务的都是用户啊，根本不是 AI 啊。想要接单就得1个月付$10啊，这个想想 GPT 1个月才$20，这太贵了。接任务还得先交钱，肯定是骗人的啊！这个不是接任务是收钱的啊，就发任务是要先交钱。您得听清楚了啊！当然发任务呢肯定是用户啊，现在呢 AI 还没有办法自动去发任务，但是我相信这一天应该很快啊，就 AI 真的跑一段时间以后。啊，他可能会觉得，哎，这件事情我找个人去干会更好划算一点。最后呢 ，AI agent 会把这个部分一起规划到AI 的推理路径里头去啊。只是目前为止还主要是人类直接发的任务。还有人问啊，说稳定币会因为 AI agent 爆火吗？我认为会啊，因为这个微支付这个东西还是非常非常麻烦的啊，就是每一次支付的成本很高。效率很低啊，只有稳定币才可以进行这么高效、灵活、低成本的这种支付啊，这个而且是高频支付，对吧？所以稳定币一定会火。至于中国呢，那就没有办法，因为中国整个的管理水平和管理能力呢，它不支持这种虚拟货币的前进啊。只要是走这个东西，它就没法管。就跟为什么以前咱们说叫片板不得下海。因为它的管理能力，就是从中央到地方这种管理能力，它没有办法来管理一个能够有海运的这种国家，所以只能是禁止啊。那这个是没办法的。还有人说做了几单啊都没有发钱，一般是你发，一般是要你发加密货币到一个钱包，所谓验证诈骗啊，那你是碰到骗子了呗？那有这样的平台，肯定得有人上来骗你。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我觉得呢，这个现在这个雇人啊 rent a human 这件事儿呢，它只是把模式跑通了啊，但是最终未必是它能跑出来，对吧？这个可能还是要有人把整个的安全呀、交付啊、履约呀，把这些东西要再好好的捋一捋，才有可能做出来。这个目前为止还是相对比较松散的一个原型产品。我刚才问了 DeepSeek，他的回答如下：我知是截止到2025年5月，这是2026年2月11日灰度测试刚更新的新鲜数据，比上一版啊，这个你就不要问他了啊，他这个DeepSeek 现在这个水平已经在国内模型里都不算是好的了，用自己的 NAS 里边的视频啊，我拍摄了几十个 T 的视频中。每个视频都是100分钟以上的 4K 60帧，所以想大内存啊，配合这个叫什么 Final Cut 是吧 ？Final Cut Pro 和达芬奇以及剪映干活，其实没有太大必要，就 4K 60帧有32G 内存足够了，你再给配更大的，它也不会再占用了，啊，因为我这儿就是 32G 跑的挺好的。如果我发现32G 内存不够跑了，我就会到这个剪映的这个什么，它有那种就是飞书群，就是专门给这种测试用户用的飞书群，我就会进去骂人，啊，也不叫骂人吧，进去提意见，然后他们就会去改 bug。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剪映耗的内存是极高的，然后进去提意见，他们就很快改过来。类似小龙虾 AI 发任务到那种平台啊，感觉用 AI agent 重新生成一个也不难啊。那么请问未来创业的门槛在哪儿？个人品牌关注度，这个有很多创业的机会啊，对吧？这个正好今天的节目里在讲啊，明天再放，大家欢迎去看。继续啊 ，C Dance 生成的视频啊，我生成了一个视频，当时那个视频是我给了他一个背景图，给了他一个我的照片啊，然后呢要求说，我在这个场景里他做什么事情，然后呢自动就生成了这个多个镜头啊，然后有人就问说好真实啊，一个提示词生成多镜头还是多个镜头自己剪辑的啊？这个告诉大家就是一个提示词进去多镜头就直接生成了，啊，这个还是确实做的很强的。今天王府井苹果实验了一下啊，从演示机 AirDrop 正版软件到自己的设备已经失效了，还有干这个的，这个真不知道啊，以前没干过。点赞点赞啊，欢迎点赞。还有没点赞的没有啊？听了半天，你们得点个赞啊！都看看自己点赞了没？我看看现在有多少赞了。哎，我这儿还看不到了，就是原来在这里是这个有这个点赞数的，现在我的后台看不到点赞数了。这个很奇怪，不管它了，接着聊吧。在边烧菜边听啊，突然发现没点，赶快点一个啊！24个赞，你看有141个人在线听，只有24个赞，30个赞了啊，挺好，挺好，挺好啊！这个有点赞就挺好。好，我们继续啊，这个 Anthropic 一个插件干崩了 SaaS 软件股。这个有人说了，说这个热点过去了，你才说啊，这个嗅觉有待提高啊。老范从来不赶这个第一波热点啊，都是什么时候我想说了什么时候说，或者突然有感觉了我再说，对吧？这个赶热点这个事儿不是老范擅长的事情。再往后啊，说以前没有 AI，
规则大公司定了算啊，这个现在人人都被 AI 赋能了 ，SaaS 公司就像大象一样，来不及反应会被 AI 蚂蚁啃光骨头。这次我赌老范赢老黄啊，这个老黄也不会输，因为折腾到最后，大家还是要去买他的显卡。其实我一直相信是这样，就是一个事情从无序到有序，就是一个事情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们来去趟出一条路来啊。有序了以后呢，为了能够保证这个不要这个重复造轮子啊，不要把这个已经这个积累的经验扔掉，他们会把这个经验积累下来，或者说把它写成脚本，写成各种规范，写成规则，对吧？然后把这个东西沉淀下来，下次接着干，这个就是从无序到有序的一个过程。然后呢，这些沉淀下来的规范呢，有很多其实是有错误的、有问题的啊，只是在这一次或者在某几次里头偶然正确了。往后呢，我们就一直按照这个规范做，因为呢，其实大家也没有办法去确定哪个规范一定是有用或者一定是没有用的，对吧？只能说，哎，我们试成功了，试成功了，我把这个先迈左脚，后迈右脚，然后再怎么抬左手、抬右手，然后把这东西记下来，对吧？这样出去就能成功啊。然后下次咱们接着这么走，然后等到有这个新的技术上来以后呢，你如果继续保留这套规则，肯定就没法往前走，一定得把规则打破了，然后重新再来一次。但是呢，你还是在建立一套新规则的一个过程啊。你如果说大家就要彻底按无序的方式去前进了，这事肯定也不行啊，还是要重新建立新的秩序。但是呢，旧的秩序通常是没有能力去转身的。继续啊，说 SaaS 卷起来了，这个软件行业享受的高估值也完了啊，这个创新就是革自己的命。谷歌当年也革不下去了，直到 GPT 出来，拉起红色警报。对啊，谷歌也是这么干的呀。它呢，就是一旦是拉起红色警报呢，它就真的能够从上到下一条心把这事儿干出来，对吧？这就是大公司真正比较强的地方。但是绝大部分的公司拉起红色警报以后，这公司就崩了，对吧？这个也是很正常的。还有人说啊，云 AI 无疑是最强大的，问题是法律、医疗、隐私和数据合规条例可否允许这些数据上传云，给到第三方去分析？这个事儿呢，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或者总有偷偷干的，对吧？干完了以后呢，他最后胜出了，然后制定新规则，对吧？这个还是有人要被拍在沙滩上的啊。就是原来这些东西不是说没用，依然有用，但是呢，需要换一个方式去执行。所有建立起来的规则都不可能说自己把它拆了重新干，因为呢，这些规则里头有很多是，就是你一旦建立起来，就会有人躺在规则上去，这个怎么说呢？成为既得利益者啊！而且这些规则本身建立的过程，其实好多也是靠经验主义建立起来的。就是你既然是靠经验主义建立起来的呢，它里头有很多逻辑无法自洽的地方。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在里头夹带私货，对吧？你夹带了私货以后啊，那你再想把这个东西整个推翻或者在里边去修修补补，就越来越难啊！这个一定是如此的。大陆苹果官网搞全家桶特价还在吗？这个还真不知道啊。这个我是不太研究这个事儿，因为现在买不起这么多东西了。老范第一次听直播啊，我从你开 YouTube 就关注啊，加油哈，加油加油，继续坚持。这个我看到还是23个赞和0个倒赞，不是你要刷新啊，你不刷新它是看不出来这个赞的变化的。点了赞了啊，必须点，感谢。在老范和 TinyFu 的启发下，我用 AI 开发了一个资产风险和质量分析系统，总共写了11万行代码。最大的体会就是，要自我控制啊，否则身体受不了。是的，这个玩意儿特别上瘾，就是写程序这个事儿是一个非常非常上瘾的事儿。老范啥时候和胡说八道也这个
连线搞个直播，谁啊？泰利富是吧？是这胡说八道是想的他吗？这个可以啊。这里显示17个赞，要刷新啊！你不刷新它就不会有。说个八卦，老范感觉陈律师的视力怎么样？陈律师是谁？没听说过这个人。现在36个赞啊，可以。你看有人看到40多个赞了啊，30个赞啊，36个，好吧，36个也可以了。来了来了，欢迎。好，继续啊，这个 C-Dance 2.0发布，说这玩意儿越牛掰啊，对英伟达越利好，毕竟这个级别特别吃硬件资源。说对了，虽然字节跳动号称要自己研发芯片，但是他们核心使用的还是英伟达的，因为它有一部分是在海外，对吧？海外他买英伟达他没限制，所以这个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在国内的话，他们现在也在向国家申请去买 H200啊，据说是批了，但是呢，反正现在把这事儿搞得有点偷偷摸摸的啊，等什么时候他们这个速度上去了，估计它的 H200就到货了。还有人说极梦图片模型5.0啊，前天就已经用上了，我到今天还没用上呢啊，我刚刚还到这个极梦里边去看呢，还没有，还是4.5啊，我这个就是它这种东西就是灰度发布，挺讨厌的。它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我估计那个什么了，就是像我这儿现在极梦已经告诉你说，哎，我们有这个图片5.0和 C-Dance 2.0即将上线啊，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已经给我写这个了。我现在 C-Dance 2.0已经有了，但是这个什么图片5.0还没出来。还有人说吃相真难看啊，稍微搞出点东西来就要收割，果然跟美国大厂没法比。我不知道美国大厂哪个产品您是免费用上了，对吧？这个他这个收钱已经算收的少的了啊，这个已经算便宜的了。你跟这个美国的这些视频模型比起来，咱们去比比价格啊，这个绝对中国算便宜的，可能只有美国可能1/5到1/10的价格。影视飓风的 team 啊，发现他的声音、他的工作环境都被拿去训练了，声音没有上传啊，但直接匹配他本人的声音了，这很可怕了。这个确实有点吓人啊。这个我母亲也反映过这个问题，就是她用豆瓣做的视频，发现这个就是直接是他的声音啊，这个以假乱真，他自己都听不出来是不是自己，然后就吓得以后不敢使了。我说你用吧，怕啥呀？这个没什么关系的。这个大家一开始都会觉得很吓人啊，就跟照相机刚出来，然后很多人说这个谁被照相，魂就被招走了。现在大家再去照相的时候还想这个事儿吗？就不想了啊，所以不要太去在意这些事情。去日本的陈律师没听说过这人啊，这个不知道。39个赞啊，很好很好，先赞后看啊，这个挺好。给娃娃结婚买房的钱准备齐了吗？眼看就毕业参加工作了，还早呢，现在才大二，对吧？大二还剩半个学期呢，上完大二怎么着得去读个研究生吧，对吧？这个，呃，为什么这么着急干这件事儿呢？等有对象了再说，现在压根儿就是说想去谈对象吗？没想法，好烦，这个等到时候再说吧。41个赞了啊，欢迎大家去点赞。剪辑其实是另一个创造的过程啊，很多电影都是导演亲自剪辑，是这样，就是他那种镜头语言，反正我觉得还需要学习。买卡的钱啥时候能挣回来？这是谁呀？字节吗？
这个不用担心，他们挣的可快了。Kiro 怎么样啊？这个对比 Anti-Gravity，我 Kiro 没怎么用过，所以没法给你对比。所以没事不要没事自己发视频啊，像抖音这类 APP 我都不装。哎呀，别想这个，你要老想这个的，那就大家就别用手机，别上网，不就完事了吗？对吧？就是你每一次上网，每一次用手机，你的数据都在泄露。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习惯在裸奔就可以了，就不要再想着说我还有隐私这种东西啊。就我觉得隐私呢是分几个层次，第一个是有没有人用你的东西啊，或者你的东西有没有泄露出去，就是你所有东西都泄露了啊，大家都在用啊就可以了。第二个呢是有没有人用这个东西去给你造成经济损失，比如说模仿你的声音去骗人了啊，这个呢是第二步啊，只要是把这一步防住了就够了。死了啊，你承担了一些责任，这个就是看吧，就是我们尽量到第二步把它封住就完了。你如果第一步就封住了，保证别人都拿不到，这个基本上不现实啊。所有人说想去做第一步，说让我的信息没有办法被别人拿到，都是自欺欺人。不给买 H200，买要的又不什么乱七八糟的说的。谈啥对象？时代不同了，自己开心就好。也是。闲鱼上可以买到 H200，对 H200这个东西从来就没有被封禁过啊，国内一直都有，只是量没有那么多啊，数据可能稍微有点贵而已啊，就是价格稍微有点贵啊。好，继续啊，这个是 DeepSeek 开创的风俗，春节中国大模型要大爆发啊！有人说了啊，这个英伟达一开放，各种模型新版就出来了。就是英伟达新的这个 H200现在应该还都没有到国内，就是没有大批量到国内啊。这个新的模型都是在原来的这个甭管是走私卡还是怎么的卡吧，在这上头去训练的啊，也有可能是在国外的机房里训练的啊。所以英伟达开不开放啊，咱们的大模型都会像下饺子一样出来的。但是现在呢，确实还没有人用这个麒麟芯片啊，它这个东西是叫麒麟吧？还是叫什么啊？不是，就是升腾啊，就是华为升腾芯片，现在还没有人用升腾芯片成功的训练出大模型来，对吧？现在谷歌 Gemini 和这个 Anthropic Cloud 啊，都号称是自己的模型是在 TPU 上训练的，对吧？那就在 TPU 上训练呗。所以现在能够训练出大模型的这个一共就两种啊，一种是英伟达 H200也好，是这个 GB200、GB300这些卡也好啊，这个是可以训练出大模型来的。另外一种就是 TPU 啊，咱没有第三种了。好，继续啊，这个 Pony Alpha 其他的能力我不太清楚，但是写中文文章跟这个 OPPO 4.6比，我个人感觉两个模型真的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事实上，我觉得 Gemini 3写的都比它好很多啊，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没试过啊。只是呢，号称是用量啊，还有各种的评分啊，现在非常高啊，也就是如此了。而且呢，股市买单了啊，别的不管，股市买单了。最后啊，说这次 C-Dance 视频模型是靠喂数据弯道超车的，只要不考虑视频版权，效果就好。影视飓风最近的视频就实锤了这一点，国内视频模型想弯道超车，只能协修了啊，管它视频有没有版权，先拿来练了。你以为 OpenAI 拿去练这个视频的版权啊，拿去练模型的视频就都有版权吗？他们也没有，对吧？你以为谷歌去做的他们就有版权吗？谷歌后边是 YouTube，像我们现在做的 YouTube 的这些视频，他都拿去做训练了，对吧？这个像什么 C-Dance，他就拿抖音、拿 TikTok 的视频去训练就够了，对吧？有的是视频。至于版权这个事儿呢，不要太在意啊。这个，我觉得版权体系很快就会崩塌掉的，隐私也是如此，不要太在意这些东西。
好，最后一个这个已经读过了。好了那我们今天所有的评论都读完了，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明天确定这个，要去，就是如果周五确定直播的话，我明天会把直播预告放出来。就是我去找土拨鼠但是我们两个直播肯定就是讲各种跟航天相关的事情了。富士康装配的英伟达的最新显卡，都是先给美塔这些大公司，一年净利润400-500亿人民币。这个东西应该不在富士康组装吧？应该反正也是一些台湾公司在组装这个东西，但我忘了是谁了。而且组装这个事情应该没有那么高利润他们主要是叫封测什么这些东西是有的。来了点赞欢迎，这个你已经赶上了个尾巴。春节假期直播嘛，我应该初一到初四会回娘家在这个期间可能播的就会差一点，其他的就不好说了。而且在这期间的所有的，甭管是上节目还是直播呢，都会就是时间比较随机，比较乱所以该休息我就休息几天。总装都是富士康是吗？好吧，它那个其实没什么可装的，最多就是拧几个螺丝，焊几块板子就完了，对吧？把那个散热器拧上，像它这种大的卡压根就不需要散热器。好，那么差不多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春节集体发大模型，让 AI 博主不能休息了。那如果发咱就播，这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呢，还是要有这个好玩的模型，咱们才发如果发出来模型感觉没什么意思，也就不说了。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陪伴，感谢大家收听，再见。今天的人不多。